我该买 3D 列印机吗？买它需要注意什么？我如何靠它1个月多赚5万，直接回本一台 H2S？ 今天这支影片认真不搞笑，实际来开箱给你们看 H2S。你们该不会还要阿肥用丢的来开箱吧？不行，这太重了，我丢不动。会犹豫、有兴趣、想买的人，一定是对0到1的过程有兴趣。但在网络上你会看到很多有收钱的网红，现在会跟你们讲，现在你不会建模也可以 3D 列印，只要买来开箱就可以一键打印，菜鸟也能直接上手。这跟诈骗集团有什么两样？我只能说，拜托不要听他们在喇叭。对，阿肥目前使用的是社群当中最热门的品牌，可以说是当前 Top 1的 3D 列印机拓主。你可以透过他们的讨论的社群商城，下载到很多玩家已经建好模的产品或用品。但是这个产品用品真的适合你使用吗？多的是你还要透过后期去修模、建模，才有办法符合你自己的使用环境来使用。而且因应你要打印的这一个成品，它所需要的材料以及颜色，你可能还要自备非常多卷的不同材质与颜色的线材。当然，如果你可以在这一种闭归闭拐的过程当中找到你自己的兴趣，而去学习 3D 建模，那我觉得 3D 列印机这一个产品就很适合你。所以你该买吗？你需要先想一想，你是不是喜欢 DIY 0到1过程的人 ？DIY 0到1。再来有在关注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从短影片、社群软体里面看到一些人家在分享 3D 列印出来的，像是神奇宝贝、宝可梦，或是像拉布布这一些的版权的模型。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有一些收了钱的那一种短影片的缺德仔，他会怎么跟你们讲？他会跟你说，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来列印这一种手办啊、模型啊、玩具啊、公仔等等，甚至啊，你可以印出来拿来卖，加减赚一些外快拜托姐妹，你自己打印出来，其实这个东西版权的东西你就已经是盗版了。你自己玩自己用，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但千万不要想着这种东西你可以拿出来卖，不然啊，那些版权商啊，他们的法务就会等着你了。再来啊，说到 3D 列印机，它本身是一个会产生污染的机器，就算你是使用目前最环保的材质 PLA 的材质来列印，你也必须要腾出一个位置、一个空间，让它去运作排气。不然啊，如果单单放在你自己生活的房间里面，你们可以上网络上面去搜寻，有多少 3D 列印机造成咳嗽的案例。咳嗽的案例，阿肥讲得很保守，因为我怕被告。而像是阿肥要印这一种工程材料因为阿肥是要开发产品，所以印工程材料，像是 ABS 那个在列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它的那一种塑胶味，不亚于你这种吸强力胶的味道。如果我没有在独立的房间设置专门的排风扇的话，那个味道是有毒的。这个故事蛮长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听得下去的朋友，你们再看。首先，阿肥自己有一个为了改自己的车而建立的碳纤维的工作室，所以我本身对于后加工处理是非常的熟悉的。而我在碳纤维的开模过程当中啊，常常都会觉得有些东西的开模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如果可以用 3D 列印来取代的话，那就好。而这次阿肥自己的新车 Peugeot 的408有一些我很讨厌的小缺点，我想要改进它。改进它的那个前面挡风玻璃的出风口会导致起雾的问题，所以阿肥就动手自己捏啊，拿那个美纹胶带啊、厚纸板啊、热熔胶 P 图啊这一些给它勾勾就手搓土炮一个我自己心目中想要的这一种出风口的造型。原本是打算说，那我这个就自己拿去开模，然后放到我自己车上来使用就好。结果我发现那个出风口的角度太锐利了，拿去开模的话会非常的复杂。这时候我就想到，那我干脆来 3D 列印好了。但是建模要怎么处理？我当初也是一个新手小白，所以阿肥就把产品的建模发包给大陆以及台湾的玩家与公司。这边要先说到目前为止，阿肥都还没有想要卖这一个东西。阿肥还有另外一台车 SLK， 车上也改了蛮多东西的。不过我都是秉持着我自己的车自己玩、自己改、自己开心就好，没有想着要以盈利为目的。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如果把产品的开发都交给别人的话，那我觉得很大的因素都是不确定的。
我不喜欢这一种啊没有办法掌握的感觉。掌握的感觉怎么听起来涩涩的？之前阿肥的家人有请人家去做这种扫描啊、3D 建模啊，还有3D 列印出来，但出来的成品结果不能用，来来回回了好几趟。所以啊，最后面我还是决定，我不然来自学建模好了。我就使用 Fusion 360来练习建模。这边要特别感谢一下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就是 Candy 的这一个 DIY 频道，它帮助了我入门蛮多的。过了2周的时间后，我这2周啊，就是每天大概15到16个小时，我都坐在电脑前面练习建模，自己建自己的出风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成就感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大陆跟台湾那边我发包出去的建模，他们也同样传图档回来了。然后那个不确定因素也出现了。先看大陆的，再看台湾的，大陆的2500，然后台湾的15000。我觉得不行，所以我都退回去，请他们再重新修改。好，说到这边 ，3D 列印你需不需要会建模？这就有出来了。你可以去交给别人建模，但你就要承受他做不出来你要的东西的风险。你也可以自己去学习建模，但可能你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这一点你们就要去自己衡量。我原本是要给台湾的公司来列印样品出来，因为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想要买 3D 列印机，因为我觉得浪费空间。结果我发现台湾的公司起印价都是1000块以上。那我自己出建模的这个产品呢，每一间的报价几乎都是在4000块左右。所以最后我只能寻求大陆那边的农场。大陆那边的报价呢，印一次同样材质是60块的人民币，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从大陆那边寄过来的时间太久，而且加上我自己的个性其实蛮机车的，像是车上的这个零件的密合度啊，我很龟毛，就是会想要印出来对，然后再修改再印，对到我觉得这一个密合度这个缝隙是我自己想要的时候，我才能定版。所以来来回回可能都要重新调整好几十次，为了达到我自己的要求，所以我就萌生出了，不然买一台好了。那当时的挑选上面啊，我原本是想要选直接上它的机网 H2D，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啊，就是买东西如果可以上最顶的，可以上最好的，我就会买最顶最好的。因为坦白讲，这样会让我省下不少的麻烦。后来啊，就跟一些前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多色列印这个选项对阿肥来说其实是用不到的。咨询一下意见之后呢，我就选择那还是买这个 H2S 好了。那我机器是在台湾买的我是在那个我想想是那个 3D Mart 帮你们广告记得等一下发票寄过去反正网络上面的分享就是说北部就是找那个 3D Mart 买然后南部就是找那个 3D 列印基地你们自己做的参考就好再来就是有一次阿肥去南部的时候，刚好跟车友有约，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其实他也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刚好看到阿肥有一个手搓的样品在那个仪表台那边，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搓一个这个搓这个词真是蛮好笑。我那时候就想到别人也有这个需求，那要不然我加减慢慢看好了。因为通常之前的手搓的零件都是给我自己使用的，或是做给亲朋好友的我没有把它拿出来贩售过。所以这一次阿肥就试着去开预购，那也是很感谢众多车友的支持。在东西还没有量产之前，阿肥就已经先将这个 H2S 的成本回收了。那这边呢，阿肥就要特别提醒，有想法可以量产，是因为阿肥本身就有一些后处理的经验。单纯的这一种 FDM 层叠的 3D 列印机是很难拿来当成终端产品的，因为它的质感我觉得蛮差的，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线条，所以还是需要后处理的经验去做支持，并且会有车友愿意支持先付预购的费用。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阿肥本身自己有一个社群，又有在拍影片，所以本身有一定的信任度。所以我怎么利用 3D 列印机让我1个月多赚5万？看到问题，设计产品，尝试的解决问题，最后面卖它。当然这个过程你可以有所互换，你可以先卖它再去做这个东西，但你需要有这几个过程。所以呢，如果你也是跟阿肥一样非常喜欢0到1的朋友， 3D 列印机就非常的适合你来入手，你也有机会可以再让自己额外加薪。影片的最后，如果之后3D 列印机的厂商来找阿肥拍片的话那就有机会抽一台这个 3D 列印机来送给你们啦。不过现在还没阿肥都是那个自费好吗？所以
还不赶快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哦，分享出去，订阅、按赞、分享起来，这样子呢才有机会厂商来找阿肥拍片，我才有机会可以把这个 3D 列印机抽出来送给你们。如果你对于 3D 列印机、3D 建模这一些的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来询问阿肥。我在思考要不要再做一集，跟你们分享一下现在目前例如像光固化、FDN，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 3D 列印机的差别，让你们可以新手知道说自己该怎么样去选择。其实我觉得网络上的影片已经蛮多的啦，大致上你们看到那些影片都可以有所理解。那如果你们只是缺一个说真话的人的话，那阿肥的影片对你们才有所帮助。如果想持续看到我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追踪我的 IG， 每周1、2、3、4、5、6日晚上的6点都有可能会上片。我是阿肥，我爱你们 ，See you later， 拜。用心去感受真实的体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鼓声的旋律在耳边响起，跟着阿肥走梦想无限的奇迹。